星座的父亲，12个星座，每种星座的父亲应该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好哦，当然就是要考虑一个就是爸爸的人格形象，那个还是要全方位的星盘，看看就是自己爸爸的上升或自己爸爸的太阳星座落在哪里，然后跟我们等一下要稍微聊到的爸爸是不是有几分神似呢？好，是啊，看一下。好，那首先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就从第一宫，天下第一宫白羊宫开始好了。白羊宫的父亲。白羊宫的爸爸原则上他一定就是也是一个大孩子，而且就是他正义感十足，所以孩子被欺负，他会第一个领着孩子到学校去理论的爸爸但是也有可能他会比较没有耐心，或者是脾气比较火爆，然后面对自己的孩子就是比较没有精神，或者是比较扭捏的时候，他也会有一点不开心，希望自己的孩子跟他一样。如果小孩子没事就算了，那如果在学校有事，他一定第一个冲去理论的，就正义感十足啊！对啊，我对别人正义感都十足，对自己孩子一定也要正义感十足才行。OK， 那白羊座爸爸讲完，那下一个是，接下来金牛座爸爸，你会发现他会是一个可能话不多，然后可能也没有太嘻嘻哈哈，但是你会觉得他就是有一个温度、温暖的一个爸爸形象，而且他会觉得就是会关心你有没有吃饱，但是他也不会溺爱你，他会有他的原则，他会有点固执，但是呢，原则上小孩子想要的东西，他会尽量的去满足他，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发展过度到一个比较负面的金牛爸爸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他会太宠小孩子，只要小孩子买什么东西，他都基本上彩礼 OK 他就 OK， 甚至他有时候会因为拙于表达他对孩子的爱，所以可能会用物质去代替，那可能这样子久了会让小孩子比较容易有一种钱跟爱情钱跟父爱这方面会有一点连结上面会有一点比较感觉。如果你的爸爸是那种负面的金牛的话，可能会比较开心，因为你会得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你会觉得那就是父爱吗？那倒就是会是问题所在。不是，那可能去找个 Sugar Daddy 就好了。好，下一个之类的。好，那双子爸爸的话，绝对又是另外一个孩子，而且一天到晚就是很重视跟小孩子对话。所以，像如果他生了一个什么巨蟹宝宝，或者是什么比较难讲话的那个宝宝的时候，那个爸爸就会比较就是要一直鼓励他，然后小孩子就会被逼的说：“哦，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讲什么啊！”然后一天到晚被逼着要讲些什么东西。那当然，双子爸爸他也会要求，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多接触一些东西啊，多看一些东西，尝试新的东西。负面的双子爸爸，他要展现他负面双子能量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他的老婆或者是妈妈很头痛，因为他很可能就是定了规矩，就自己跟小孩一起犯错，然后一起去挥泪，不晓得，或者是甚至。或甚至有时候外面有更多好玩的局的时候，就把小孩子留在家里了，也说不定。真的不知道你的双子父亲是哪一种呢？巨蟹爸爸，那巨蟹爸爸，对一般人我们就是想到在未婚前，我们就知道就是巨蟹就是个爱家好男人，对，所以巨蟹爸爸一定也就是很悉心照顾，而且往往就是很重视什么家庭的氛围的感觉的一个爸爸。巨蟹爸爸遇到那种比较家庭上比较有问题、有状况的这种家庭氛围的时候，那个巨蟹爸爸会很为难，然后他就会变得很纠结。所以也就是说，当讲到是负面的巨蟹爸爸的时候，他反而会有一种阴郁或忧郁的那种爸爸的形象出现，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展现他的父爱的时候，他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有点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那种阴郁纠结的那种感觉。狮子爸爸的感觉呢？狮子爸爸原则上，狮子小孩子本来就是狮子宫所守护的一个领域，所以原则上狮子座的爸爸，原则上他会跟小孩子的互动会比较热络，而且比较自然。哦，真的。对，而且他也很重视小孩子要学一些才华，而且就是他会以小孩子为荣，这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如果当他变得比较负面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狮子爸爸把自己的小孩子很容易当成一个勋章或者是装饰品。小孩子去学才艺，一定就是要就是让大家觉得拍拍手，然后而且一定要把小孩子打扮的，就是一出场就是哇。
非常的亮眼的要占一个孩子， C 位就对了。OK，处女爸爸，龟毛吧，处女，对啊，处女爸爸自然就是一个比较要求。对，但是他在负面的时候很容易会变成一个很挑剔的爸爸，不管是处女爸爸或处女妈妈都容易有这个状况。那好处呢？好处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这个处女爸爸他一定是中规中矩的，而且是很负责任，然后很多事情他会很要求细节，但是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该要求的他会跟你讲道理，然后让你了解清楚，而且他表达方式很让你清楚，不会莫名其妙一个没有原则的双子爸爸，或者是说突如其来心情脾气emoji一上来就让你觉得啊怎么现在又不行的一个白羊或双鱼爸爸。就是他处事都是非常合理的，他一定会把那个框线帮你先架好，然后你只要乖乖在里面写字，这样用道理跟你讲就对了。对啊，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就是小朋友他在面对他的处女双亲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很爱我的双亲，但是我很怕就是我做错做得不够好，而跟他的双亲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小小距离，但是不到摩擦，但是就是说我很爱你，但是我会觉得我怕我做得不够好，所以在父母面前还是会有一点战战兢兢。好，那处女的父亲讲完了，我们要讲天秤父亲。天秤的爸爸又是怎么样呢？天秤爸爸跟处女爸爸某些程度上有点像，他会要求就是说你要守规矩，然后你做事要有一些分寸。但天秤爸爸更多的他会希望你是有教养，而且你是有优雅跟美感这个部分在里面。所以甚至就是有时候就是他会比较注重一些美学，或者是说一些在人与人互动上面的沟通，会带你去美术馆、博物馆，会带你去看演唱会的吧，之类的。然后他也跟双子爸爸一样，很注重跟孩子们的互动跟沟通。对，但是他会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然后比较重思辨吧，而不是就是跟小孩子聊天瞎聊这样子。对。那缺点呢？缺点的话，其实虽然我们说天秤爸爸算是明理的爸爸，但是如果当他负面的时候呢，就会是很多孩子们眼中的假民主爸爸代表。他会你要好好说清楚。就是他会觉得说 OK， 他会跟你讲说我觉得那个学生谈感情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只要功课表现好，你就可以去交个女朋友或什么。但是当你真的交女朋友，他会跟你说，你真的觉得你现在功课真的表现得很好吗？然后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根本不想让你交女朋友，只是他会想到任何的旁敲侧击、很不直接的方式，让你去说，好啦，我现在交女朋友可能不适合之类的。哎呀，这个那个不晓得观众或听众，你的天秤爸爸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好，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天蝎座爸爸应该也是可能在骆师傅嘴巴里面不会有什么好话吧？天蝎座爸爸他其实对孩子是有很深刻的爱，然后当然就是也算是一个很严格的爸爸没错，但是他就是对孩子的那个细心照顾是很深。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天蝎座他对于那种血族，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事物，他会非常的有某种程度上执着。对，所以就是说他对孩子是非常的用心栽培，而且也非常的严格。天蝎爸爸在平常的时候反而比较没有我们的那种严父的那种形象，但是他很可能会有笑里藏刀的笑面虎的爸爸形象，他可能就是一个笑或者是一个眼神，那个孩子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但是他可能还是笑眯眯的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在外面就看到他带小孩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严父之类的。好的是笑面虎嘛，但是当他过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种对孩子的操控或者是执着。而且甚至是有时候，如果说这个爸爸他本身的负面能量比较强的时候，那个孩子他会感受到某些程度上面的负面能量，但是又说不清。接下来应该就是射手座乐天呀，射手爸爸就是我们12星座爸爸里面最著名的放牧者、放任主义者。
原则上他就是会觉得要让孩子就是要相信孩子，然后跟孩子就是能够去一起探索这个世界，让孩子能够自在的做自己，然后能够开心乐天，这样就是完全没有像那种什么处女、天秤、天蝎爸爸，或甚至也没有像金牛爸爸那种会有一定的原则这个部分，他会有一点像双子爸爸那样子，就是很自由很放任，可是他也没有特别要跟小孩子多说话，因为小孩子今天不说话没关系啊，你就自己在那边好好玩，反正有东西就好了这样而且就是射手爸爸他也很粗心大意，所以有时候就是孩子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就对了，或者是说你怎么头脏脏的OK 啊，你什么时候撞到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的父亲是射手座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自由归自由，但是自己本身他如果自己管理好的话，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负面的人，对不对？就是他会，你说爸爸吗？还是孩子？不，孩子本身。今天射手座的放任主义到底对孩子好还是不好？其实有时候很听天由命，就是从孩子本身的星盘，或者是说孩子他出生的这个流年的这个后几年这个运势，对于孩子人格养成有没有正面影响？其实这个影响会非常大。对。那接下来就是摩羯爸爸，对啊，摩羯爸爸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太阳摩羯，他本身跟父亲的关系就比较严肃，所以他投射到今天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这个严肃感也会持续。那即便他不严肃，他也会处于一种比较麻木或者是比较木然的一个态度。所以，摩羯座就是我们的中规中矩的爸爸刻板的一个印象的代表，所以就是他是爸爸标准配备版的标配版这样子，就中规中矩，然后而且你要考好成绩，然后你要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然后你要赚多少钱，这样才是所谓的乖孩子。而且摩羯爸爸很重视孩子听不听话这件事情。对，那天蝎爸爸呢，是我要你听话，而且我要你发自内心里爱我。只是程度上面不同啊，所以摩羯爸爸他就是觉得你听话就好了，那我觉得你做到我的给你的标准，这样就好了。可是天蝎要的更多。你干嘛？等一下，那个负面呢？负面的话就也会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就会比较权威，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表现爱，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玩闹。他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沟通的时候，他只能用权威压你，然后倚老卖老压你，然后或者是甚至就是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太一板一眼，或者是太看重事业大于对孩子。对，所以不晓得如果你的父亲是摩羯座，是不是跟骆师傅讲的一样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宝瓶座的爸爸。对。宝瓶座爸爸绝对就是一个，也是跟射手爸爸很类似哦，就是很重视孩子的自由度，然后还有孩子自己的独立性的一个爸爸，而且他会用真的吗？然后而且他会用一种比较不那么一般，就是非典型爸爸的一个相处跟孩子的相处方式，所以你不要期待就是看到一个就是中规中矩，然后要小孩子就是听这个，然后跟那个。然后乖乖听话的一个爸爸，他反而就是所以反而是说，宝瓶座的爸爸他就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那个想法，然后去教育小孩子，让他有更多的独立的一些想法，对不对？对，或者说他是用一种更开放的态度，然后去跟孩子互动，而不是说你怎么可以骂我，或者你怎么可以开我玩笑，你怎么可以吐槽我，就是对宝瓶爸爸比较能够接受这个好的一面。对，那比较负面的呢？比较负面的话，他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爸爸跟孩子比较疏离，然后而且就是对，或者是一天到晚往外跑，或者是说，不管是工作忙或不忙，我们摩羯爸爸讲可能工作很忙，那我不在，那宝瓶爸爸的话，可能就是会觉得，因为毕竟宝瓶他爸爸他跟他的爸爸的相处上面有某种程度上的疏离跟距离感，然后也跟自己的孩子比较无缘，所以当宝瓶爸爸长大身为爸爸的时候，他也会跟孩子保持在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上面，就是他会觉得就是
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感受到跟孩子的那个情感连接。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粉红色的爸爸，双鱼爸爸。双鱼爸爸就是我们就是著名的，就是你知道，就是孝子型爸爸，就是他非常的仁慈体贴，然后呢会为了孩子就是做牛做马，做任何事情，就是宠孩子、溺爱孩子哈。但是就是他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他就是会过分溺爱，而且就是会导致就是说小孩子就等于说啊，我什么都不用做啊，反正我爸妈帮我打点好了啊。然后或者是说他很多事情不想让孩子去受伤，不想让孩子去难过，他就会先帮孩子都保护好，就都做好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另外对，所以就变成说小孩子他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经历过这些挫折，那他遇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或者是发生这种事。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双鱼爸爸是那种就是心有力而力不足的，或者是说每天在酗酒的，或者是说身体不太好的，也有可能，或者是说可能他会觉得说我很能够理解孩子他的辛苦在哪里，可是他没有办法在实际在做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完美，而让孩子失望了这样子。所以刚听骆师傅讲的12星座的爸爸之后呢，你可以融合一下他的上升跟太阳星座一起来比较一下，看骆师傅讲的是对的还是怎么看骆师傅说的跟你爸爸是不是有几分像呢？对啊，而且甚至我也相信啦，就是依据刚才我们这边闲聊的部分，捏起来你发现哇，还是不像你爸爸的时候怎么办呢？欢迎来跟我预约，我们来看一下你爸爸的盘。好，对，